大家好，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又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从 COVID-19 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半年多了，人们都害怕今年秋冬季节会再次爆发，所以对于疫苗的研发越发关注，让疫苗相关行业上蹿下跳的。今天萝莉就和大家分享我个人对于现阶段疫苗的开发进度的研究。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视频哦。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全世界有5家疫苗公司的新冠疫苗进入了第3阶段大规模人体试验的最后阶段。除了代表美国的摩根纳以及英国药厂阿斯利康和刘尊研究团队的合作案，还有2家来自于中国，其中1家是北京科兴控股公司，另外1家是国药控股，而后面紧追的还有德国公司 BioNTech 和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合作的疫苗项目。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于今年5月进入第3阶段的疫苗，是由牛津大学团队和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目前正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对数千名志愿者开展人体试验，测试其抵抗新冠病毒的功效。下一步还将在美国等国对大约3万人开展接种试验。阿兹利康公司一名女发言人对北德电台表示，我们希望今年秋季就能获得大规模人体试验的结果。另外，根据阿兹利康对于 SARS 疫苗所用技术的认知，药厂假设注射新冠疫苗后，人们的免疫力可持续12个月至18个月不等，让民众要每年注射疫苗。美国生物技术莫德纳和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共同携手，由美国政府出资 9.55 亿美元，于7月底开始招募3万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最快于11月确认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确保疫苗真能保护到那些被病毒打击最严重的脆弱群体。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也在7月在疫情肆虐的巴西开始了第3阶段的试验。为了尽快掌握这款疫苗是否能有效抵御新冠病毒，参与试验的都是最易感染病毒的人群。来自12家医院的大约9000名医护人员接种了这种疫苗，他们都是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因而被感染的风险最大。初步结果预料将在90天内揭晓。另外一个位于最后阶段的候选疫苗来自中国国有企业国药集团，位于国药集团旗下的武汉生物制药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病毒激活疫苗，已在7月在阿联酋启动第3阶段临床测试。阿联酋卫生部长阿布扎比是第一个被注射的测试者，预定会有15000人参加测试。而位于德国美因兹的 BioNTech 公司和美国辉瑞药厂合作，该公司今年4月就获得主管机构保罗阿里西研究所在德国开展疫苗试验的许可。第3阶段的测试在全球120个地区展开，测试者多达3万人，一半人会接种2剂共30微克的疫苗。若测试结果有效并获得卫生部门的许可，药厂计划今年年底前最多可生产1亿剂，明年年底生产约13亿剂。以上提到的5家药厂就是现阶段全球疫苗研究的领路者，第一支成功的疫苗很可能诞生在这5家公司之中。而疫苗的制作方法也有显著差异，大概分为5类：腺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疫苗、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和 VLPS 疫苗。以莫德纳来说，他们所谓靠基因编辑所产生的疫苗，也就是核酸疫苗，和牛津大学用病毒
将其基因传导到细胞中再引发免疫反应的做法，也就是腺病毒载体疫苗大相径庭，更完全不同于中国研发的传统疫苗灭活疫苗，利用传统弱化和减灭活性的病毒来刺激体内的免疫反应。而BioNTech公司属于 mRNA 领域的领头羊，并且深耕 RNA 载体多年，所以他们家的疫苗自然也属于核酸疫苗。不过这让外界跌破眼镜的还是俄罗斯声称最快将于8月10号登陆核准，成为全球第一支合法新冠疫苗。CNN 引述俄罗斯做法称，这正如1957年俄罗斯成功发射史普尼克1号卫星一般，让各国震惊。根据美国食药处 FDA 规定，疫苗必须至少产生 50% 的保护力才能获准生产。无论最后是哪一种疫苗被证实安全有效，制造和施打对各国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就以价格为例，按照7月24日美国政府将支付 19.5 亿美元向辉瑞公司购买1亿剂疫苗，供5000万人接种。从这疫苗前期临床试验来看，受众者共需接种2剂，意味着人均疫苗接种费用为39美元。而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来源称，莫德纳已打算将未来成功上市的新冠疫苗每次疗程定价在50到60美元，足足比辉瑞和德国新创公司共同研发的疫苗要贵上11美元。而最便宜的估计是阿斯利康的了。根据阿斯利康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一项价值12亿美元的协议，为其提供3亿支疫苗，这也使得该疫苗的价格在3到4美元。参与该项目的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降低疫苗的成本，并坚称和阿斯利康的合作是一种非盈利性的合作。对于投资者来说，在未来作为制作出第一支成功疫苗的公司，对于其股价一定是利好的，但对于其他的公司则会造成大大的打击。而且如果第3阶段无法通过，最后也将大大打击股价，这令投资疫苗股的风险十分巨大。所以现在疫苗股的股价也是上蹿下跳，严重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在研究这期视频的时候，罗莉还发现了将来疫苗出来以后必定受到利好的产业。在疫苗问世以后，接下来必定是批量生产，每一剂量都需要用到疫苗的储存载体，所以制造疫苗的玻璃瓶公司将会是它受益者之一。而且无论哪一家药厂先研发出疫苗，都不会增加其风险，因为他们都需要定制疫苗玻璃瓶。所以我们可以预先埋伏，期待它的爆发，这将比我们现在赌博式的投资疫苗股具有更高的胜率哦。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都看到这里了，就给罗莉点个赞吧。罗莉不是医药行业的专家，如果发现视频中有什么不正确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留言指正。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观看。罗莉也要回去充电咯，滴